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是我的八字食神系列的第二个视频。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了解比肩还有劫财这两种人格到底会是如何的啦。那首先呢，你就要先搞懂自己是属于哪一个人格啊。那在我做的一个八字排盘工具那边，你只要输入自己的出生日期还有时间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主要人格呢是哪一个。那为了方便在今天的视频的话，我们只看你最高比例的那一个人格，那一个呢就是你主要的所谓的八字的人格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就会专注在比肩还有劫财啦。首先，比肩就如它的名字一般，比肩就是一个人是跟你并肩同行的。那你可以想象什么人是跟你并肩同行的呢？那肯定是你的朋友，跟你有相同理念、有相同方向的一个人，我们才会跟他并肩同行。所以呢，比肩的人我们时常呢都会说他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或者呢他很容易有同理心，因为呢他时常就会想要去理解或者去同理别人的一个想法或者他的感受会是如何。那你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同理的时候，那你才会跟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比肩的人是一个很会交朋友或者很喜欢交心的一个朋友，不是那个新旧的新，是内心的心的一个朋友。比肩的人格他也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一种人格，因为呢他们就是完全可以独立运作，或者呢就算只是自己一个人，他们在生活在工作他都是完全可以依赖自己，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他最好的朋友。OK， 他们有时候呢不喜欢去依赖他人那你可能会觉得，那跟之前喜欢交朋友的一个特质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那其实比肩的人呢不是没有办法交朋友，而是呢他交的朋友呢是一定要跟他非常的契合，就好像他自己的一个人他才可以跟他非常深入的交往这样子。那在那个人出现之前，那很多时候呢他会更加的趋向于跟自己独处就好了。OK， 那另外呢，所以这个呢也会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在建立家庭我们在交朋友或者对外很多工作上面遇到不同的人很多时候是别人呢不一定会跟我们是100%一样的，对吧？或者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的方向我们的价值观很多时候都是有差别的。但是对比肩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看重，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一致。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如果不一致，那我宁愿不要有这个朋友，或者我不要有这个伴侣。所以呢，当他们进入家庭、进入事业、进入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的这种特质导致呢家庭或者事业呢会出一点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呢都会跟你100%一致的，对吧？所以呢，比肩人格的人记得要多留意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来到他的事业方面的话，那非常容易理解了。当然，他们就非常喜欢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件事情，可能呢是独立的去创业他们在做任何的行业或者做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偏向于是一种单打独斗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像我说的，比肩还是朋友很有关系的。所以当他认定某一个人是跟他非常契合的，他真的可以跟那个人呢非常的交心的一种状态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依赖这个朋友，或者呢跟这个朋友一起出生入死的一种状态的。所以呢，在某一方面比肩的人呢也要比较小心，因为有些时候你以为跟你交心的人，但是对方呢可能不是这么理解的，OK？ 因为可能你是一厢情愿，你单独觉得对方呢就是对的人。然后甚至你要控制对方呢，成为像你一样的人那对方呢，有些时候他也是另外一种人格，对吧？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特质，还有他的方向，还有的理想。那别人也会觉得很痛苦，或者会觉得对你心生埋怨，这样子，对吧？在公司，在一个团体里面，比肩的人呢，就算把他放一个人，他也是很好可以完成工作的一个人他的事业呢，最理想的就是你要给到他足够的一种自主性。那他就算是打工的，他是你的员工或者你自己本身是比肩格的人的话，那你找到的工作呢，一定要有一定的自主性，因为呢，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自我展望，或者你觉得你要怎么做某件事情呢，是会非常强烈的。那如果你有的一个老板，他是不断的来限制你，或者来控制你，不给你去展现你自己的话，那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矛盾还有问题出现那另外呢，你在工作环境里面也要多去放下身段，去跟别人可以真的合得来。那我们不一定呢要180%，我们至少50%、60%、70%是比较契合的。那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目标去一起努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比肩呢也会在团体合作里面运作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格啦。那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比肩格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朋友或者重义气的，因为他真的会把对方呢视为好像他自己一般，OK？ 所以呢，你绝对不要去背叛他。那如果你背叛比肩格的人的话，他也会非常容易呢就把你踢出去他的人生里边，因为呢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呢已经跟他是不一样，或者呢你伤害了我这个比肩，就是我自己。他会更看重于他自己多过于你外在的人。如果你真心去对待比肩格的人，那他其实呢也会一样的用真心来回报你。所以在人际方面呢，你有一个比肩格的朋友的话，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啦。OK， 好，那来到家庭方面的话，那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其实呢也会非常好像你的伴侣更多的是一个平等的伙伴的关系。那我们呢是2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比肩格人会认为呢，我需要有我的一个自主性，我的一个独立性。那我也会尊重你有你自己的一个独立性或者一个自主性。但是呢，对比肩格人来说呢，他也会觉得他的伴侣除了要有独立，但是他也更期望的是跟他一模一样，或者呢是非常认同的。他除了他要自己非常认同的一些理念或者价值观他才可以有办法跟他变成一个伴侣啦，或者去组织家庭。那这个呢，我也会时常觉得是一个比肩格人呢在家庭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他无论去到哪里他都要好像彰显自己的一个意志，他的一些想法都要把它套用在别人身上，或者套用在任何的关系里边。那所以呢，他的伴侣孩子同事老板甚至是朋友，所有人呢都有时候会感觉比较压力一点点，会感觉没有什么空间因为呢，他所有都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意志的彰显所以别人呢会觉得会好像有时候喘不过气。所以呢，记得你是比肩的人格的话，记得要留一些空间给别人，你要尊重别人的一个自由的选择，他的一些意志
他要怎么做决定，他的人生要往哪里去，你也要给到人家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那关系呢才会比较好啦。那总体来说呢，比肩人格的人啊，其实是真的会算是比较，你可以说健康，或者呢可以非常独立自主去运作的一个人格啦。因为呢，他们时常都会先照顾好自己，先专注于自己。但是呢，他们比较多的是，当他们过度执着于自我的时候，反而呢会变成一种很难相处，或者非常 egoistic， 就是非常高傲，觉得自己是对的，所有东西呢就是我这样子的时候，那别人呢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或者很难跟你一起相处了。这个是比肩人格的人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好，那第二个人格呢是劫财啦。那劫财呢，简单来讲啊，在八字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就是你的日主跟你日主一样的元素，但是呢是阴阳不一样。那我刚才忘了说啊，就是比肩呢是跟你一模一样，你的日主一模一样的元素，我们就会称它为比肩啊。那劫财呢，就是跟你日主元素一样，只是阴阳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甲木的日主，那你的命盘里面有很多的乙木的话，那乙木呢就是劫财啦。那你这个人格呢，我们就会说比较偏向于劫财的人格。那大家听到劫财这两个字，那首先呢，你就会觉得哦，好像非常非常的不好。那这个的命名啊，好像很不好这样子。那是不是呢？我的人生啊，就会有一些问题啊，或者会破财啊，因为劫财嘛，好像被打劫财产这样子的一种问题。在我们进入到那一个的说法的时候，那首先呢，我要先说的是劫财，它的一种特质啊，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竞争，它就是要赢，它就是要进取。他要得到更多，而且他们都是比较敢于冒险、比较激进、比较愿意去行动的一种人格啦。那他们的一个核心呢，永远啊都是为了要赢，或者呢要给自己呢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最大的一个收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八字的元素里面，你的日主本身是一个元素，对吧？举个例子，你是甲木，你是木，你的八字命盘里面有出现太多其他也是木，但是是阴阳不一样的。那这些其他的木啊，就是乙木的话，它其实就好像来跟你争夺一个空间，或者来争夺你手头上所拥有的资源。那你的这个甲木，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日主呢，就会感觉有一点受威胁。但是呢，它奇怪的是，因为你们还是同一个元素，你们还是同一个木，所以你们是在好像同一个家庭。但是呢，你们为了要互相生存下去，你们要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啊，你需要去跟这些跟你一样的人去竞争啊。所以呢，我们会说呢，劫财的人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竞争性，或者他们的这种好胜心非常强呢？其实是因为源自于这里，他们是为了可以让自己生存下去，为了可以得到最多的资源啊。那从这个命名呢，它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叫劫财？它来劫你的财，财呢就是你所掌控的一些资源，你手头上的钱啊。你的时间、你的人力，总之所有东西是受你控管的东西，那这些元素呢都会来，好像要夺取它，来跟你竞争，所以我们才会叫劫财啦。那当然，我们不会说你这个人生呢就一定会破财啦。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人呢会要来跟你竞争，时常会感觉自己比较容易好像受威胁，或者你无论要做什么好像都不够好，所以呢，你会不断的去推动自己，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一个人，这样子啦。好，那如果在事业方面呢，劫财人格的人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那一种非常快节奏啊，或者高压力啊，或者需要很快速的去抢占先机的一些行业，还有工作。那例如有什么呢？好像一些体育竞技啊，或者在创业啊，因为这些呢，很多时候都要快速，对吧？你们要有一个产品，然后你们要快速的推到市场去测试，然后得到反馈。那如果有一些产品呢，你给你的同行或者你的竞争对手呢捷足先登，然后让他们先发布的话，那你们就好像会吃亏了，或者你们会慢别人一步。那这些呢都是劫财的人啊，会非常适合的，因为他们会非常的主动，非常的积极呢，就要去做这件事情，去冲刺啊。那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劫财的人的话，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适合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好像做销售、做对外去接触更多外在的这些市场反应啊，或者同行到底在做什么啊，让他们去理解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然后去跟进别人在做什么。因为当他们去理解别人做什么，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做出一个反应，然后找出一个对策，然后立刻也跟上，然后提高你们公司的一个竞争力，这样子啦。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是劫财的人呢，你要知道什么行业或者什么工作呢，会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那首先你当然就要知道什么工作是不适合这样子的特质啊，因为如果你去到一个公司一个环境呢，大家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安稳，或者呢大家做事情呢都是缓缓的，大家做的东西呢都没有什么竞争性，大家只是老板交代 A 我们就完成 A 这样子的话，那你去到这样子的环境啊，其实你反而会变成很痛苦，或者呢会招来别人的一个攻击。因为别人会觉得为什么你这么的努力，为什么你这么的激进，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很懒，我们没有什么动力去做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太努力的话，别人会反而招来很多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子的环境啊，肯定呢就不适合你啦。所以呢，我会说呢，你最好呢就是找到一个行业、一个工作呢，是完全是绩效制的，你做多少就会得到多少，或者会有直接的反应的。而且整个公司的文化呢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冒险，或者呢去拿风险，或者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会去冲刺找更多的销售，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呢会更加的符合你啦。那不过当然呢，劫财的人啊，的确因为他们这种比较激进的一种性格呢，在钱财方面的确呢会比较偏弱一点点，因为呢他们考虑的更多只是要赢，或者呢要去胜过对方。那他们有些时候啊，会反而因为这样子呢，对管理资源或者管理他们手头上的钱财啊，会比较偏弱一点点。他们会比较随性或者比较随意的去管理钱财。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人际关系。那人际关系方面呢，其实劫财人呢是非常非常好人缘的。他跟比肩啊的不一样是，比肩是要交心的，但是劫财的人呢，他是要人缘很广，他要交那个量，他感觉呢他在人群里面他有一大班的朋友，然后他呢是最突出的那一个人啊，他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会比较喜欢啊，好像一群的朋友里边他是最成功的或者最突出的，那甚至呢成为这群人的一个领导。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也会说啊，劫财人格的人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做好像政治人物啊，做一些KOL 啊，去带领一个运动啊，或者带领一个群体啊，去完成一个事情的人。因为呢，他们很常呢，并不会害怕站在别人眼前，或者站在这个人群之上。
因为反而是他们很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因为他会觉得我比别人更高 ，OK， 我比别人更厉害。那当然也是跟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有关啦，因为他们的如果是这样子一个人格的话，他时常会去推自己，去让自己呢不断的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进步这样子，所以呢很自然而然的，他们的能力呢也会大部分很多时候呢也会比别人更好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做领导。但是呢，他们也要注意的是啊，他们有时候为了要有很广的一个人缘，要有很广的朋友啊，他们很容易会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OK， 那他们会为了好像我想留着这一群朋友，或者我要在这个群体里面继续待下去，那他们会用很多手段，可能会不惜花更多的钱啊，去跟他们去聚会啊，或者去应酬啊，这样子，所以呢，导致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呢，也会间接的导致他们破财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劫财也是这样子而来的啦。所以呢，你们大家记得要注意，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损友，然后让你破财破人的一种情况出现了。那在家庭方面，他们呢也会是一种个性比较强势，然后希望呢可以主导家里一切的一个人这样子啊。那他们呢会比肩呢来的更你可以说比较强烈一点，因为呢他好像在夫妻关系或者在伴侣的关系里面，他反而好像变成也是一种竞争，他会觉得我要主导这个家庭，我要贯彻我的一些意志。但是呢，他并不是要对方呢跟他一样，他反而是有一点，我是从我要赢过对方，或者呢我是比较主导的地位，我要带领整个家庭去哪里的一种感觉了。如果你是劫财人格的话，你要在家庭生活比较留意你的这种心态是否对你的感情造成了一些困扰还有挑战这样子啦。如果有的话，记得要调低，或者呢真的要放下身段，不要呢让你的另外一半感觉呢他好像在跟你比赛，在跟你竞争这样子，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这种性格。那可能呢他在家庭里面他只是要感觉安全，还要感觉稳定。那如果你好像上一个视频我们说食神伤官，那可能需要的只是一个享受，他需要的是一种艺术，他需要创作这样子，但是他不一定要赢或者要去主导这个家庭这样子。好，那总结来说的话，其实比肩跟劫财这两个呢，他们的一个核心都是你自己，就是我的这个延伸。OK， 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因为在八字里面，比肩跟劫财呢，就是跟你是一样元素的东西。你的日主是什么，他们就是什么元素，只是呢，他们的阴阳是不一样罢了。那这两个呢，比肩跟劫财他们的区别呢，只是在于比肩呢会比较向内，就是说他会更注重自己这个本身，我这个人的一个意志，我的这个理想，我的一个领地，我控制的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劫财呢，它是更向外的，它是更加主动积极去出击。那它为了是什么？它为了就是要生存，它要先去赢过对方。所以呢，它的这些性格呢，都是从这边而来的啦。OK， 好。那不知道这个视频呢有没有让大家更加的理解比肩还有劫财呢？那如果你是这两个人格的人记得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是否你们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啦。好，那大家喜欢这样子的视频的话，记得留言、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